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今天和大家分享一道80岁奶奶祖传3代的炸油饼配方，掌握几个小技巧，保证你炸出来的油饼蓬松渲染，特别好吃，放半个月都不会硬，做法还超级的简单，全程无技巧无难度，一起来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碗中加入4克酵母粉，1勺白糖促进酵母发酵，倒入适量的温水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，使酵母粉融化。现在天气还比较冷，用温水把酵母粉化开，发面会更快一些。搅匀后放一旁静止3分钟。接下来盆中准备300克普通面粉，在里面打入2颗鸡蛋，加鸡蛋会更加有营养。先用筷子搅拌均匀。然后将调好的酵母水倒进来，边倒边搅拌。搅拌均匀之后，加入适量温水，用温水和成一个比较软的面团。搅拌至絮状，然后下手揉成面团。因为这个面和的比较软，揉制的过程中稍微会有点粘手的状态，可以手上沾一点点油。揉成一个特别柔软的光滑面团，盖上一层保鲜膜，放到温暖的地方，醒发至2倍档。这个时间碗中准备200克普通面粉，用筷子从中间分开，一半用80度左右60毫升的开水烫面，边倒边搅拌。烫面能使做出来的油饼吃起来口感比较软。另一半面粉倒入60毫升的食用油。这里食用油尽量选择气味较小的玉米油或者是葵花菜籽油。加入食用油能使炸出来油饼更加酥脆。将2种面混合在一起，搅拌均匀。像这样就可以。这时候面团也醒发好了，里边全是蜂窝状。将烫好的油酥面加进来。把它们均匀地揣在一起，将面团揉光滑就可以了。然后取出来，直接移到案板上搓成长条，切成大小均匀的剂子。这里面剂子大约在50克到60克之间就可以，太小的话炸出来的油饼会发硬。取出一个剂子，像这样由外向里揉，重复叠加。再这样搓一搓，这样表面会更加光滑。最后整理成圆形。像这样就可以，依次全部做完。做好的面剂子盖上一层保鲜膜，防止风干。取出第一个做好的剂子，用手按扁一些，再用擀面杖擀成圆饼，也不需要擀得太薄。像这样大约5毫米厚就可以，在中间划上2刀。像这样一个生胚就做好了。全部做好后，盖上保鲜膜，醒上15分钟。这样做出的面食会更加蓬松渲染。生胚像这样变得胖乎乎的，就是醒发好了。把锅烧热，倒入适量的食用油，油温达到6成热，将做好的生胚放进来。生胚飘起后，我们用筷子给它敲打，这样会更加的蓬松渲染。炸至底面微微变色后，给它翻个面。翻面之后压一压，看到边缘处完全变色了，再次翻面。炸的时候勤翻面，防止炸糊了。炸至2面都呈这样的金黄色，像这样就可以控油捞出了。依次全部炸完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
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您有帮助的话，求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像这样，我们的油饼就炸好了，看起来非常的漂亮，表皮有微微的酥脆，里边特别的蓬松鲜软，咬上一口真的是特别香。学会这种炸油饼的做法，我们早餐再也不用出去买了，提前晚上把面发好，早起10分钟就能轻松搞定早餐，并且自己在家做的更健康，没有任何添加剂，可以放很久，放半个月都不会坏。喜欢的朋友就抓紧收藏起来试试吧。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大家好，我是小丹，刚从超市买了一些土豆，超市搞活动，于是就多买了一些。土豆买回家以后，一定要防止其发芽，但是怎么保存呢？很多人都是直接放到地上，或者是放进冰箱里，都不是正确的方法。因为冰箱温度太低了，很容易把土豆冻伤，从而导致土豆腐烂变质。但放在地上容易受潮，而且温度过高会加快土豆发芽。今天就和大家分享几个小窍门，这样保存土豆，放1年不发芽、不变绿，特别的实用。一起来看看是怎么做的吧。首先，保存土豆之前需要筛选一下，有发芽的土豆是不能用了。另外，土豆外面有明显伤痕的，建议直接煮了吃了。这种土豆不需要再保存了。即使保存方法再好，也会放上1、2天就会跟着腐坏，而且还会影响同一时期保存的其他土豆。如果你买回来的土豆上面带有泥土，是最好的状态，证明土豆很新鲜，也更容易保存。首先，第一个保存方法，准备一个塑料袋，没有漏气、没有破损的都可以。依次将要保存的土豆放进袋子里面。这时，我们再准备一个熟苹果，或者是成熟的猕猴桃和香蕉，将它们放在土豆的中间，这样就能保存土豆了。如果想储存的时间更长，最好找一些不会干瘪、不会烂的水果和土豆放一块儿。很多朋友也许会有疑惑，其实原理也很简单。不管是成熟的苹果或者是香蕉，它可以散发出乙烯气体，能起到抑制土豆发芽的作用，防止土豆变绿。这样也可以延长土豆的保存时间。土豆、苹果全部放好之后，我们把袋子系紧，将里边的空气排出来，这样就能够很好的保存土豆了。用这样的方法保存土豆，放2、3个月都不会坏。第二个保存方法，将要保存的土豆像这样用保鲜膜包裹起来。我们都知道保鲜膜有保鲜的作用，保鲜膜保护法既简单又方便。用保鲜膜包的时候，要把里边的空气全部排出来，这样可以避免土豆与空气接触，从而造成土豆发芽。将土豆紧紧地包裹在保鲜膜中。这个方法虽然好，但是有一个缺陷，就是保存的数量不多，适合小家庭使用。不管是用哪种方法保存土豆，都不要用清水去清洗。如果用保鲜膜包裹土豆，它上面有水分的话，这样就会加快它的腐坏速度。然后将裹好保鲜膜的土豆放在一个黑色的袋子里面，这里一定要是黑色的塑料袋，不能用其他颜色的塑料袋。因为土豆发芽就是因为阳光长时间照射进行光合作用，再加上潮湿的环境，给了土豆很好的发芽空间。用黑色塑料袋就起到了一个避光的作用，并且我们多加了一层保护层，就是用保鲜膜给它包裹一层。这样能阻隔空气跟空气中的水分和氧气接触，同时也防止了土豆本身水分的蒸发，从而增加了土豆储存的时间。将袋子口系紧就可以，同时挤压出里边的空气。这里放置土豆的时候一定要将土豆放置在阴凉的地方，避免高温环境。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土豆，放上1年半载也不会有任何问题。
第3个保存方法，首先准备一个纸箱，在纸箱底部铺上一层纸巾，或者是报纸之类的纸也可以。干燥程度和吸水性都差不多，能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对于我们保存土豆创造有利条件。上面撒一点茶叶，再铺一层纸，把茶叶给它隔绝。然后准备一些家用小苏打，像这种小苏打，我们平时包包子、蒸馒头都会时不时的用上一些。现在保存土豆也可以用到小苏打。这里加入小苏打，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吸收空气中多余的水分，在这里充当了一个干燥剂的作用，并且还有保鲜的作用。将小苏打均匀的撒在箱子底部，然后将土豆放进来。放置土豆的时候，土豆与土豆之间尽量保持一定的间距，绝对不可以叠在一起。放得太过拥挤，它们的表皮容易发生摩擦和碰撞，表皮被挤压坏了以后就不容易保存了。然后在土豆上面撒一点小苏打，不要撒太多，像这样就可以。如果我们保存的土豆比较多的话，可以多摆2层，但是记得每一层都要摆上纸巾，撒点茶叶，再撒上一些小苏打，再依次将土豆摆放好。这里需要注意的是，大家在保存土豆的时候，不要将红薯跟土豆一起保存，那样会使红薯硬心，土豆也容易长芽。朋友们，视频看到这儿了，如果觉得我的视频对你有帮助的话，请用您发财的小手给我点个赞吧。制作视频不易，您的每一个留言和每一个点赞都是我前进的动力，感谢您的支持。我们将土豆放到最后一层的时候，记得用纸巾和小苏打封顶。最后盖上盖子，将纸箱密封起来，将土豆放置在阴凉干燥的地方就可以。用这样的方法来保存土豆，保存1年也没有问题，土豆不发芽、不变绿、不会坏。还有一种保存方法，在土豆表面喷洒小苏打和保鲜剂，喷洒之后让土豆表面晾干，然后就可以大量储存了，这样也能避免土豆发芽腐烂。这种方法在大批量种植土豆的地方比较适用。今天和大家分享的4个保存土豆的小方法，非常的简单实用，您学会了吗？欢迎大家留言评论。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，我是小丹，每天都会分享不同的美食视频，记得关注哦，感谢您的支持，拜拜，我们明天见。